被指控抄袭日本影片里的资料，他到底有没有抄袭和侵犯版权呢？罪名会成立吗？ Law Sister 会带大家一起来探讨侵犯版权的法律要求，所以您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我还会在影片的最后告诉大家3个帮助 YouTubers 抄袭但避免侵犯版权的神器，还有如果您给人指责或控告侵犯他人的版权时，有哪些有效的辩护。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们，请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免费分享的法律知识与智慧。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开始吧。所谓人怕出名，猪怕肥，人红是非多。中文 YouTube 界里响当当的老高被指控抄袭日本影片里的资料，侵犯版权，就是著作权。抄袭的程度有多吓人呢？就是文本内容一模一样，数据采用一模一样，叙述结构一模一样，就是已经达到了对方影片说虽然但是呢，他也说虽然但是。身为律师的我当然想知道这个指控是否属实。 In the eyes of the law， 如何证明您已经侵犯他人的版权、著作权呢？如何才能罪名成立呢？马上来看第一个问题：老高有没有抄袭或者是复制日本影片里的资料？很多人就说了，日本影片里讲的是日文，而老高影片里讲的是中文，那又怎样算是抄袭呢？问题是，老高影片里讲的中文，无论是文案、数据、顺序、流程等，都和 YouTube 对日本影片里的中文翻译很相似，相似度很高，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老高有直接引用 YouTube 对日本影片里的中文翻译的嫌疑。虽然老高没有承认直接引用日本影片的资料，不过他也没有否认。那在他自己的影片里引用 YouTube 对日本影片里的中文翻译，有没有构成侵犯版权呢？中文翻译版权，到底日本影片里的中文翻译的版权是属于谁的呢？翻译就是作品的恒生作品，对于恒生作品，只有版权所有者，通常是作者本人，才能授权发布翻译版本。发布未经版本人授权而恒生的作品将被视为侵犯版权。在日本影片里，日本影片的作者授权 YouTube 翻译并发布翻译版本，让观众可以自行选择视频语言，就是可以自由选择视频被翻译成任何一种语言。那大家来猜猜，日本影片里的中文翻译的版权是属于日本影片的作者呢，还是 YouTube 呢？答案是日本影片的作者，因为当谈到翻译作品的版权时，我们会认为机器翻译不算在内，因为机器翻译不是个人自力创造的。而且这也是因为日本影片作者授权 YouTube 翻译，所以中文翻译的版权当然是属于日本影片的作者。老高虽然没有承认100%抄袭，但是根据蓝泉妈妈的几个例子对比，在参考了几个针对老高被指控抄袭的影片里，我本人觉得他有直接引用日本影片的资料，就是中文翻译的嫌疑，只是引用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认证。身为一位法律人，我不是和大家在探讨老高有没有抄袭日本影片里的资料。很明显，老高影片里的无论是文案、数据、顺序、流程等，都和日本影片里的中文翻译相似度很高。我要探讨的是 In the eyes of the law， 在法律的眼里，老高如果真的直接引用日本影片里的中文翻译，那他是否侵犯了日本影片里的版权？其实就算是抄袭也是小事。抄袭是指某人在未标明来源的情况下抄袭了别人的文字或作品，因为你是可以通过标明文章的来源来给作者应得的荣誉，那你是可以避免抄袭的指控的。而侵犯版权是违法的，因为它侵犯了作品权利人的独占权，就是版权，所以一旦罪名成立，侵权者需要对权利人进行赔偿，而侵权的作品则可能会被逼下架。版权 copyright， 侵犯版权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大多数创意作品很容易满足版权法保护的要求，例如原创的文书作品、音像作品、视频，好像原创的 YouTube 影片，以及里面的文案、图片、录音和音乐等等。在很多国家，当有人创作出这样的原创作品时，就会自动拥有此作品的版权。作为版权的所有者，他拥有这个作品的专有使用权利。在一般的情况下，只有版权拥有者才能决定别人是否有权使用他的作品。如果有人在没有版权拥有者的允许的情况下使用或者复制其作品，那么就会发生版权侵权的情况，而复制的行为则构成了盗窃的行为，是非法的。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原创作品都会被赋予版权的。在我们分析老高影片有没有侵犯他人版权之前，我们要清楚知道有哪些创意作品或者内容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版权法不保护的内容，版权法不保护名字、标题、口号或者是短语。不过您可以申请商标，就是 trademarks 来保护你的名字、标题、口号或者是短语。还有版权法不保护新闻、文章、视频里面的想法、事实和概念。 No copyright for ideas, facts and concepts。 理由是想法、事实、信息和概念无法受到版权保护，是为了让任何人都可以基于他人传达的想法、事实、信息和概念来进行自由创作。这将有助于鼓励创作和传播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来推动艺术的进步。但是记得，作者对他们的想法、事实和概念的表达，如描述、解释、说明，是受到版权法保护的。版权法是不允许任何人采用作者用来描述或解释他们的想法、事实和概念的确切表达，如他们的描述方式、解释方式、说明方式都是受到版权法保护的。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当这些想法、事实和概念和其表达方式在彼此之间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形成只有一种或几种表达方式，就属于例外，就会没有版权。举个例子，当只有非常有限的方式可以解释某种身体动作，如打拳，这牵涉到尼克星事件，或者表达制作鸡汤的过程，这牵涉到食谱和烹饪书的版权性。一般来说，这种想法的表达方式就不受版权保护。关于这些话题，我们改次会专门做一集影片来讲。如果喜欢这个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结论是，任何人都可以利用新闻文章或影片里的想法、事实和概念，但是要记得进行自由创作，撰写自己的文章，使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拍影片，不可原封不动的照抄或复制。另一个问题，老高在自己的影片里有加入自己的想法吗？老高在阐述客观事实，引用了日本影片里的想法、概念和数据的同时，有没有加入自己的想法和使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进行创作呢？如果没有，就极有可能构成侵犯版权。而 Law Sister 觉得有，他好像有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老高有在自己的影片里加入自己的想法，让他的影片长达7000字，而2000字的日本影片里却没有这些东西。那就要看这些想法创作程度了，才能裁定是否构成侵犯版权。老高有在自己的影片里加入海豚例子，这是原本影片里没有的东西。老高在自己的影片里加入自己的独家结论，就是狐狸的实验是成功的，而家狐是存在的。老高也发表了自己独家的数据，就是人类历史是20万年，而不是600万年。而且老高的独家结论是人类是家禽，虽然好像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说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老高有在自己的影片里加入自己的想法和结论，虽然好像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也算他有创作，而且自由发挥，还天马行空的，蛮有创意。对于一位说书人来说，故事说得越 dramatic 越好，越戏剧化越好，越理想化越好，无可厚非。观众喜欢嘛，就订阅了。至于是否刻意造假或误导观众，就见仁见智。当然，您看这个影片也不是抱着法律咨询的目的而来的，是为了吃瓜而来的，对吗？这里慎重声明一下，这个影片并不是法律咨询，如果您有相关的法律问题，请咨询专业律师。不过，如果您喜欢这个影片，请记得订阅我们。经过以上的法律科普和讲解，观众可以自己来评估。针对老高引用了日本影片里的中文翻译、想法、事实和概念，还有表达方式，他有没有对这些东西进行二度创作呢？如果没有的话，就极有可能构成侵犯版权。在版权法里，未经授权地复制受到版权保护的作品，就会发生版权侵权。那观众可能会问，有抄袭受到版权保护的作品，哪怕是一点点，就立马构成版权侵权了吗？我们来假设一下，假设老高真的有采用日本影片里作者用来描述或解释这些想法、事实和概念的确切表达的中文翻译，然后再假设他没有对这些东西进行二度创作，那假设他的影片和日本影片很相似，先别骂我，假设而已，那就构成版权侵权了吗？答案是 no， 因为直接引用有版权的作品里面作者的一些相对较短的想法、事实和概念的确切表达方式，通常并不需要版权所有者的许可，因为它通常是属于合理使用条款的范围。但是直接引用到什么程度就需要版权所有者的许可，否则会构成侵权呢？在法律上，引用或者复制到什么程度才构成版权侵犯呢？在版权侵犯诉讼的案件里，在确定某人是否侵犯版权时，法院会使用称为实质性相似的测试 Substantial Similarity Test。 法院会首先查看新作品与原创作品有多少相似之处，来决定该引用是否微不足道或者值得进一步审查。当法院认为相似度很高后，接下来就会查看是否有实质性的相似，就是新作品是否复制了原创作品的实质部分 Substantial Part。Substantial Part 是什么？实质部分指的是被复制的作品的质量特征，就是作品复制的质量、重要性或者是意义。举个例子，如果未经授权地复制一本300页书中的几句话，法院很可能不会认为这种使用具有实质性而归类为合理使用。但是，当你未经授权地复制一本书中的一个相对较小但重要的部分，在法律上就有可能足以构成侵犯版权了。所以法院不能单凭老高的影片是7000字，而日本影片是2000字，就断定说没有复制。法院需要查看新作品是否复制了原作品里的质量特征。法院必须使用称为实质性相似的测试来比较这两部作品，看看新作品的有关部分是否与原作品非常相似，甚至有实质性的相似。如果普通人会将新作品里有关的部分与原作品混淆，那么法院很可能会得出侵权的结论。但是如果普通人认为涉嫌抄袭的新作品里有关的部分虽然和原作品很相似，但不会将新作品与原作品混淆，那么法院很可能会得出没有侵权的结论。针对老高影片有没有侵犯日本影片的版权这个问题，就让眼睛雪亮的观众来定夺吧。毕竟这不是法庭诉讼，
而我在这里也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些法律知识罢了。那如果各位观众是法官老爷的话，您会如何裁决呢？您会不会认为老高影片和日本影片很相似，不止相似度很高，而且是实质性的相似呢？甚至会把两者混淆？大家自行决定吧。最后，我建议 YouTuber 们不要直接抄袭、复制别人的创作，如文案、描述、解释、说明的方式、顺序、流程和图片等等。大家在利用任何文章中的想法、概念和数据的同时，一定要加入自己的想法和完全使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描述、解释、说明，来避免侵犯别人的版权。否则，自己辛辛苦苦经营的知名度、流量、频道盈利可能会打水漂哦。就像上面提到的，抄袭是指某人在未标明来源的情况下复制了他人的文字或作品，所以建议 YouTuber 们可以通过标明文章的来源来给作者应得的荣誉，这样就可以避免抄袭的指控咯。为了感谢大家看到这里，接下来我会送给大家2个彩蛋。第一个彩蛋是，如果您想要180%原创或者不想标明来源的话，可以用以下3个有用且免费的软件来帮你避免以上的问题。它们是免费的抄袭检查器，第一个 Turnitin， 第二个 Plagiarism Tracker X， 第三个 Identicate。 第2个彩蛋就是侵犯版权的有效辩护。如果您给人指责或控告抄袭和侵犯他人的版权，而您也确实有抄袭和侵犯他人的版权，先别慌，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您可以未经版权持有人的许可，便能使用他人被版权保护的作品中的内容。如果您能够证明您是在合理使用这些版权作品的话，就不算侵权。因是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在某些使用情况下会被视为合理使用。例如，您的目的是为了研究、私人学习、评论或者是报道时事的目的的话，而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在评论和时事报道，所以就算引用他人的影片，也不怕被告侵权。您如果不确定您想使用的资料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是否合法，请咨询您的律师。好啦，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记得咯，如果您想多了解哪些有趣的法律话题，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下次会专门做一集影片来讲。如果喜欢这个影片，请记得订阅我们。我是 Law Sister， 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集影片见，祝福大家创作顺利，拜拜。